你的大脑里此时此刻正藏着大约一根塑胶汤匙的塑胶，没错，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真实的质量换算，大概7公克左右的微塑胶和奈米塑胶碎片，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嵌在你的脑组织里面。而如果你不幸罹患失智症，那你脑中的塑胶含量还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更可怕的是，2024年的脑组织样本比2016年的塑胶含量足足增加了 50%，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还在飙升，而且飙升的速度和全球塑胶产量的增长曲线几乎完全吻合。你可能会问，这些塑胶到底是怎么跑进大脑的？它们又会造成什么伤害？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视野拉到整个地球，你会发现一个荒谬至极的现象：人类号称回收了大量塑胶垃圾，但真正的回收率在美国竟然只有可怜的 5% 到 6%。而那个你以为代表可回收的三角形箭头标志，其实是塑胶工业在1980年代精心设计的骗局。更讽刺的是，全球100多个国家想要签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塑胶公约，来终结塑胶污染，结果谈了3年多，到2025年8月还是谈崩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你的大脑开始，一路追查到你的茶杯、你的纸杯、你的口罩，再追到美国的垃圾场，最后追到联合国的谈判桌上。你会发现，塑胶这个东西正在用一种我们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悄悄改写人类的命运。先回到大脑，2025年2月，一篇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自然医学》上的研究震惊了全世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毒理学教授坎彭带领的团队分析了52具遗体的大脑、肝脏和肾脏样本。他们用了一种叫做热裂解气相乘析质谱法的高科技侦测手段，结果发现每一个器官里面都有塑胶，但真正让人心惊的是大脑。大脑中的塑胶浓度竟然比肝脏和肾脏高出7倍到30倍。为什么是大脑？你想想看，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肾脏是过滤系统，它们天生就被设计来清除杂质。可是大脑不一样，大脑本来有一道血脑屏障保护着，这道屏障就像一堵严密的城墙，正常情况下大部分有害物质都进不去。但问题在于奈米塑胶太小了，小到能穿过这道城墙的缝隙，而且一旦进去，大脑几乎没有能力把它们排出来。坎彭教授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数字会这么高，我对自己大脑里有这么多塑胶感到非常不安。更令人不安的是失智症的关联，他们在有失智症病史的死者大脑中发现塑胶含量是普通人的3到5倍，有些极端案例甚至高达10倍。这些塑胶碎片特别集中在脑血管壁和免疫细胞里面。坎彭教授推测，这些奈米塑胶可能会阻塞大脑中微小的毛细血管，干扰神经元之间的连结，甚至可能成为失智症相关蛋白质聚集的种子。当然，科学家非常谨慎地强调，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塑胶导致了失智症，还是失智症导致血脑屏障受损，让更多塑胶趁虚而入。这就像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大脑里装着7公克塑胶这件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这些塑胶从哪里来？坎彭教授的团队认为，大部分的微塑胶是通过食物被吃进去的，特别是肉类，因为现代畜牧业的食物链会不断的浓缩塑胶。我们用含有塑胶污染的水灌溉农田，农作物吸收了塑胶，然后我们用这些农作物喂养牲畜，牲畜的粪便又被送回农田，如此循环，塑胶就一层一层的被放大了。他们在超市买的肉里面也确实测到了很高浓度的塑胶。而说到吃塑胶，就不得不提一个让亿万茶饮爱好者心碎的发现。2019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简单但惊人的实验。他们把市面上常见的塑胶茶包放进摄氏95度的热水里冲泡，然后用电子显微镜去数一个茶包到底会释放多少塑胶微粒。答案是，一个茶包，一杯茶，大约释放116亿颗微塑胶和31亿颗奈米塑胶，加在一起
接近150亿颗。150亿颗是什么概念？地球上的人口大约80亿，也就是说，你喝一杯茶，吞下去的塑胶微粒数量快要是全人类人口数的2倍，而且这些微粒的成分和茶包本身的材质完全吻合，主要是尼龙核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也就是 PET。这个数字比之前在其他食物中发现的塑胶复合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你可能会说，那些是高档的三角形透明茶包吧？我用的是纸茶包，应该没事吧？很遗憾，2024年西班牙巴塞隆纳自治大学的研究团队又做了进一步的测试。他们发现，不只是塑胶茶包，连那些看起来像纸的茶包也有问题。因为很多所谓的纸茶包，为了在热水中保持密封，边缘其实是用聚丙烯热封的。实验结果，聚丙烯材质的茶包每毫升水释放大约12亿个奈米级颗粒，纤维素茶包释放 1.35 亿个，就连尼龙茶包也释放了800多万个。而最恐怖的不只是数量，而是这些微粒的去向。研究人员把这些从茶包中释放出来的塑胶颗粒和人类肠道细胞一起培养，发现产生粘液的肠道细胞吸收了最多的塑胶微粒。更惊人的是，有些颗粒竟然穿透了细胞，直接进入了细胞核，也就是储存和调控基因的地方。如果塑胶微粒能够进入细胞核，那它们就有可能干扰细胞的正常功能，甚至影响基因表达。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完全知道，但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好了，放下茶杯，那我们来看看你手上那杯外带咖啡。你以为纸杯比塑胶杯安全吗？其实纸杯只是外面看起来是纸，里面那一层薄薄的防水涂层 90% 以上都是聚乙烯。只要你倒进热水，这层塑胶涂层就会在几分钟内开始降解，释放出微塑胶颗粒。2024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在摄氏85度的热水接触下，纸杯内壁的塑胶涂层会在20分钟内开始释放大小在56到126微米的微塑胶颗粒，同时还会溶出邻苯二甲酸酯、重金属、苯乙烯、氯乙烯等有害化学物质。印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估算过，如果一个人每天用一次性纸杯喝一杯300毫升的热饮，那么1年下来大概会吞入 24.4 万颗微塑胶粒。如果是纯塑胶杯，数字更高，大约 36.3 万颗。这听起来好像也不算太恐怖，对吧？但别忘了，这只是纸杯一个来源而已，加上瓶装水，加上食物，加上你呼吸的空气，加上你的茶包和咖啡滤纸，这些数字全部加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估算是，一个人每周大约会摄入相当于一张信用卡重量的塑胶，大概5公克。虽然这个数字在学界有争议，不同研究给出的估算差异很大，但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我们每年摄入的塑胶微粒数量也在数万到数十万颗的范围。接着我们来谈口罩。新冠疫情爆发后，口罩成了全球数十亿人每天的必备用品。光是在疫情最高峰期间，全球每天就消耗数十亿个口罩。这些口罩绝大多数是用聚丙烯做成的不织布材料。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口罩的纤维会在气流的反复摩擦下不断脱落，释放出从300奈米到2毫米不等大小的微塑胶纤维。2021年，一项模拟呼吸实验显示，佩戴不同类型的口罩6小时后，你会在室内吸入25到135个微塑胶颗粒，在室外则是65到近300个。更有趣也更矛盾的是，口罩同时也是防护工具。戴 N95 口罩确实能把你从外部空气吸入的球形微塑胶风险降低大约25倍，但如果你戴的是那些时尚口罩、棉布口罩，由于材质本身就容易脱落纤维，反而会让你吸入更多微塑胶，比不戴口罩还多。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疫情期间，很多人为了节约会重复使用口罩，用酒精消毒，用紫外线照射，甚至直接水洗。研究发现，这些消毒方式都会破坏口罩纤维结构，让它在下一次使用时释放更多的微塑胶。所以口罩这个东西，它既是保护你免受病毒侵害的盾牌，
同时又是一个贴在你嘴鼻上的塑胶微粒发射器，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之处。好了，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既然问题这么严重，那人类总该有办法解决吧？我们不是有回收系统吗？你家门口不是有分类垃圾桶吗？超市里的塑胶瓶底部不是印着那个三角形箭头标志吗？那不就代表它可以回收吗？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会颠覆你世界观的真相。美国，全世界最大的塑胶废弃物制造国，它的塑胶回收率只有 5% 到 6%， 没看错，个位数，而且这个数字还是从2018年的 8.7% 下降来的。为什么下降？因为2018年之前，中国一直在接收美国的回收塑胶，很多美国人以为自己认认真真的把塑胶瓶丢进回收桶，这些瓶子就会神奇的变成新的塑胶产品。但真相是，大量所谓的回收塑胶只是被装上集装箱船，漂洋过海运到中国和东南亚，然后在那里用低成本的方式处理，而这种处理往往就是掩埋或者焚烧。2018年，中国实施了洋垃圾禁令，不再接收这些垃圾，美国的回收系统顿时崩溃，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过有效的国内回收体系。那些塑胶垃圾突然没地方去了，于是很多城市干脆把原本分类回收的塑胶直接扔进了垃圾掩埋场。而更深层的骗局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公众开始对塑胶污染产生警觉，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各地政府开始考虑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一次性塑胶。塑胶工业慌了，他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来安抚公众，阻挡法规。于是他们选择了回收。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和公共电视台的联合调查揭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早在1974年，塑胶工业内部就有人明确指出，塑胶回收在经济上几乎不可能成立。一份1973年的行业内部报告也预见到，大部分类型的塑胶根本无法被有效回收。可是塑胶工业不仅没有告诉公众这个真相，反而花了数千万美元制作电视广告、教育宣传片，赞助社区回收计划，拼命告诉每一个人，回收是有效的，你只需要把它丢进正确的桶里就好了。1989年，塑胶工业开始悄悄游说将近40个州，要求在所有塑胶产品上印上那个著名的树枝识别码，就是你在塑胶瓶底部看到的那个数字加三角形箭头。这个标志的设计灵感来自回收标志，但它的实际功能只是标注塑胶的类型。问题在于，消费者看到那个三角形，就自然而然地以为，这可以回收，然后把它丢进回收桶。可事实上，1号和2号塑胶还有一定的回收价值，但3号到7号，特别是6号和7号，几乎不可能被回收。1994年，埃克森化学的一位副总裁在美国塑胶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了一句堪称世纪金句的话。他说，我们致力于这些活动，但我们不致力于结果。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们做回收的样子就好了，至于回收有没有用，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2024年，非营利组织气候诚信中心发布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报告，标题就叫《塑胶回收的骗局》。报告汇整了大量前所未见的行业内部文件，证明石油和塑胶公司长达50年来一直在欺骗公众。加州总检察长罗伯·博塔也在同一年对埃克森美孚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欺诈活动。他在一场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回收是一场骗局，是一个谎言，是一种欺诈。没有人在大规模的回收塑胶，尽管他们想让你相信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美国垃圾处理数据中隐藏的假象。表面上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分类桶整齐排列，居民认真分类，但在数字背后，只有 5% 的塑胶真正被回收了。自1950年以来，人类生产的所有塑胶废弃物中，只有 9% 被回收过， 12% 被焚烧了，剩下的 79% 全部堆积在垃圾掩埋场或者散落在自然环境中。你知道全球每年生产多少塑胶吗？超过 4.6 亿吨，其中大约2000万吨最终流入环境。
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60年，全球的塑胶废弃物可能会达到17亿吨。有人估计，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胶可能会比鱼还多。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全世界总该团结起来做点什么吧。2022年3月，在联合国环境大会第5届会议上，各国代表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决定启动谈判，要在2024年底之前制定出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塑胶公约，以终结塑胶污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国际法来全面解决塑胶问题，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对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没那么振奋了。谈判委员会一共召开了多轮会议，从2022年底在乌拉圭的第1轮，到2023年在巴黎和奈洛比的第2和第3轮，再到2024年4月在加拿大渥太华的第4轮。每一轮都在争论，每一轮都在拉锯。核心的分歧点在哪里？主要有2个阵营，一边是超过100个国家组成的高雄新联盟，他们认为公约必须包含限制塑胶生产的全球性强制措施，必须禁止某些有害的塑胶产品和化学添加剂，而且这些规定必须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另一边是以沙烏地、阿拉伯、俄罗斯、伊朗为首的产油国集团，加上美国，他们反对任何限制塑胶生产的措施，认为公约应该把重点放在废弃物管理、回收和重复使用上。他们主张各国自行决定国内政策，反对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标准。你想想看，塑胶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对于这些产油国来说，限制塑胶生产就等于限制石油消费，直接动了他们的经济命脉。2024年11月底，第5轮谈判在韩国釜山举行，这本来被视为最后一搏，大家都期望在这里达成最终协议。结果釜山会议也谈崩了，反对派利用程序规则不断拖延，重新开启已经讨论过的议题，阻止文本推进。一位与会者形容那场面就像是在原地转圈。谈判延续到2025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5轮第2部分的会议，来自183个国家的1400多位代表出席，另有1000多位观察员。经过整整10天的密集谈判，结果还是一样，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谈判主席提出了新的草案文本，但遭到多方反对，会议在分歧中休会。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化石燃料和化工产业的游说力量。有分析指出，多达220位化石燃料和化工行业的游说者以各种身份参加了谈判。这些游说者反对限制生产的条款，推动以回收和废弃物管理为核心的替代方案。这些论点后来被产油国代表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谈判桌。2025年10月，在连续2次谈判失败后，谈判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宣布辞职。联合国不得不在2026年2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紧急的一日会议，仅仅是为了选出一位新的主席。这次会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也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全球塑胶公约仍然处于难产状态。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分析指出，谈判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不只是政治立场的对立，更在于谈判机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谈判范围过于宽泛，涵盖塑胶的全生命周期，从设计到生产到使用到废弃，每一个环节都有争议。而谈判规则要求共识决，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同意，只要有几个国家坚决反对，整个进程就会卡住。研究人员呼吁，新任主席必须改革谈判程序，将庞大的议题拆分成更小的模块分别处理，引入更灵活的决策机制，否则这场谈判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死胡同。所以你看到了吗？从你大脑里的那根塑胶汤匙，到你杯中茶释放的151颗微粒，到你每天用的纸杯和口罩默默脱落的塑胶纤维，到美国那个只有 5% 的回收率骗局，再到联合国谈判桌上那场看不到尽头的拉锯战，这一切串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既荒谬又惊悚的图景。我们正在一个自己制造的塑胶世界里慢慢沉没。
而最可怕的不是塑胶本身，而是我们对塑胶的无知和自欺。我们以为茶包是纸做的，其实里面有塑胶。我们以为纸杯比塑胶杯安全，其实纸杯内壁就是塑胶。我们以为口罩只会保护我们，其实它也在向我们的肺里吹送塑胶纤维。我们以为把塑胶瓶丢进回收桶就是尽了环保义务，其实那个瓶子大概率会被掩埋或焚烧。我们以为全世界的政府正在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其实石油公司的游说者正在谈判桌上使尽全力，确保什么都不会改变。塑胶问题的本质其实不是一个环保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塑胶是石油的下游产品，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化石燃料产业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赌注压在塑胶上。有预测指出，从2017年到2050年，塑胶将驱动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近一半。这意味着塑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替代或减量的东西，它背后站着的是全球最强大的产业之一。而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首先，最简单的一步，停止喝瓶装水。一项2024年的研究发现，1公升瓶装水中可能含有超过24万个塑胶微粒。如果从瓶装水换成经过滤的自来水，你每年的微塑胶摄入量可以从大约9万颗降低到大约4000颗，减少将近 90%。 其次，少用塑胶茶包，改用散装茶叶配金属或玻璃滤茶器，避免用塑胶容器加热食物，特别是不要把塑胶容器放进微波炉，用玻璃或不锈钢容器来储存和加热食物。自己带杯子去买咖啡，减少一次性纸杯的使用。但我们也必须诚实地承认，个人行动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一个塑胶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你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免接触微塑胶。它在你的空气里，在你的自来水里，在你的食物里，在你穿的衣服里。因为合成纤维衣物每次洗涤都会释放大量微塑胶纤维。真正的解决之道必须是系统性的改变。我们需要从源头减少塑胶的生产，而不只是在末端试图管理塑胶废弃物。我们需要禁止不必要的一次性塑胶产品。我们需要要求企业为他们生产的塑胶包装承担全生命周期的责任。我们需要投资开发真正可降解的替代材料。我们更需要一份有牙齿的全球塑胶公约，而不是一份让产油国和塑胶工业满意的充满漏洞的空洞文件。但在这一切实现之前，塑胶仍然会继续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你的大脑里的那根塑胶汤匙会随着时间变成2根、3根。你的血管里、你的肺里、你的肾脏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塑胶碎片安营扎寨。2024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手术的患者中，近 60% 的颈动脉斑块里发现了微塑胶。而这些动脉中有微塑胶的患者，在3年随访期间，心脏病发作、中风和死亡的风险是没有微塑胶的患者的 4.5 倍。4.5 倍，这不是一个模糊的可能有风险的警告，这是一个有具体数字的，来自顶级医学期刊的，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结果。也许多年以后，当科学家们回顾21世纪初的人类文明时，他们会把我们和铅中毒时代的罗马人相提并论。罗马人用铅管输送饮用水，用铅制容器盛装葡萄酒。他们不知道铅正在缓慢地毒害他们的文明，而我们用塑胶包装一切，用塑胶盛装一切，用塑胶覆盖一切。我们知道它有害，但我们选择了视而不见。或者也许我们不需要等多年以后，也许此时此刻，你大脑里的那些塑胶微粒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什么。也许你今天感觉有点健忘，有点迟钝，你以为那只是没睡好，但谁知道呢？最后我想说的是，塑胶危机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人类文明深层逻辑的荒谬。我们创造了一种几乎不会降解的材料，却把它设计成用完即丢的形态。我们建立了一套虚假的回收体系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同时把真正的垃圾运往另一个大陆。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议桌上讨论如何拯救地球，
却允许制造污染的产业坐在桌子上阻挡一切改变，而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是你我的大脑，是你我的血管，是还没有出生的下一代。他们将继承一个被塑胶渗透的世界，一个连母亲的胎盘里都已经被发现含有微塑胶的世界。我不知道人类最终能不能解决塑胶问题，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假装回收有用，假装问题不严重，假装有人会替我们解决，那么答案几乎一定是否定的。也许你看完这个影片，还是会泡一杯茶，还是会用一个纸杯买一杯外带咖啡，还是会戴上一个一次性口罩，这都没关系，但至少现在你知道了，知道你的大脑里藏着一根塑胶汤匙，知道你的茶杯里飘着150亿颗塑胶微粒，知道那个三角形回收标志是一个50年前精心设计的谎言，知道是改变的第一步，而下一步就看我们每一个人愿不愿意走出去了。